大家好，我是自挖大师，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的频道。我在温哥华。今天我们聊一聊摄影器材。最近我终于下定决心卖掉我的单反器材，进入微单领域。这是我第一次跟大家谈我的摄影器材啊，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器材派，在摄影界里很多人是器材派，他们把器材看得非常的重要，不停的更新换代，不停的花钱。所以有人说嘛，喜欢摄影就等于是上了一条贼船呐。你喜欢的朋友，你可以拉他进摄影；你恨的朋友，也可以拉他玩摄影，因为这确实一个很烧钱的一个爱好。因为这个器材呢，尤其是现在科技这么发展，它是在不停的在更新着。所以你要想跟上这个步伐，你只有不停的淘汰旧的，换新的，淘汰旧的，换新的。这个尤其体现在这几年，电子数码相机这个成像越来越在这个市场上占有主导位置，你不更新你就会落后。摄影呢，我已经玩了几十年了，最早也都是胶片相机，然后过渡到数码相机，一直是用的佳能系列，这就是我的设备。现在呢，这里大概我这儿有2个机身，3个镜头，这些设备跟我走南闯北啊，世界上各大洲都留下了我的足迹，而且用它们确实也拍出一些我非常喜欢的照片。但是呢，最近形势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啊，我现在不得不跟这套设备要说再见了。为什么？我也要进入微单时代了。可能有的同学大概不是很清楚微单怎么回事啊。传统这个单反相机是比较沉、比较重，因为从它的本身的构造就限制了它缩小它的体积，因为它要有一个反光板、反光镜在里边，所以它叫单反相机啊。而现在微单的问世，就把这个反光这个五棱镜给它去掉了，所以从而它的体积可以缩得很小。最近这些年，微单发展势不可挡，从种种迹象上可以看出来，微单取代单反只是个时间问题了。所以我这次从单反要换到微单，也算赶潮流吧。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，我觉得那是更主要的原因啊，不是我这套器材不好使，也不是我这套器材不够用，确实是它们太重了。随着年纪的增加，越来越感觉到背这一套东西跋山涉水压力很大呀。尤其是我这个长焦距镜头28-300的，像铁疙瘩一样，如果你要长时间举着它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胳膊就受不了了。尤其假如你要再去非洲大草原拍野生动物，那就得用400、500甚至更长的头，那举起来那就更重了。所以最近我正式决定把这套器材卖掉，而换一台微单相机。当然现在呢，卖这个单反相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，因为多数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，就是买单反其实是一种退步。所以现在对于单反这个东西呢，它需求量也不大。新相机就说佳能、尼康，他们单反都已经停产了。二手相机，所以很多人新入门的，他们也想直接进入到微单这个领域。所以最近我在网上，在一些专门卖二手器材的网上也做了很多广告，还没卖出去。但是我想跟价格可能有关系啊，最终我是决心要把这套器材卖出去的。这套器材包括哪些东西呢？给大家看一看啊。机身，哇，
非常棒啊！这个是佳能的 EDX， 喜欢打鸟的人管它叫 ED X。这个当时我记得它的价格刚出来的是要6000多加币啊，这是个机身，非常贵的，因为它的连拍速度非常棒，但是它像素并不高，1800万像素，所以在后来又出了它的第2代、第3代。现在喜欢打鸟的人，通常他们用的都是第3代，这是第1代了，但是它仍然非常好用，打鸟、拍野生动物，连拍速度非常快。这个我用的很少，我查了一下它的快门速度，它的快门有效寿命应该是10万次，我这个用的还刚刚2万多一点，机身保护的也很好啊，拿在手上也确实是很专业的一款相机。第2台机身是这个，大家看，这个是5D SR。5D SR 这款相机呢，出来其实没几年，好像是2015年。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高像素，在5D 系列里，5000多万像素应该是最高的。另外呢，它取消了它的中间一个通镜，这也使快门的震动更加小，所以拍出来可能更加锐利。这是我选择这个的主要原因，因为我主要拍风光，拍风光清晰度是非常重要的。据我所知，很多风光摄影大师大神们用的也都是5D SR。这个相机我用的时间这几年也用了一些，但是每次拍的不多，所以它这有效快门寿命是15万，我估计我用了1万都不到啊。好，说说镜头。这款镜头是佳能的16到35，我们简称1635啊，第2代 f2.8 大光圈的，它是我们所说的佳能镜头大3元之一。大3元就是1635、2870还有70-200。这个是拍风光非常好的一款镜头。当然，后来这个佳能还出了更广的，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够用了。它夸大前景，而且成像非常的锐利，非常喜欢它。这些年我没少用这个镜头拍出一些很棒的片子。再说说下一个镜头，这个镜头是我所有镜头里边这个家伙是最重的，它是28到300毫米。这个镜头铁疙瘩一样啊，用一会儿时间还可以啊，用时间长了真的受不了。它的好就是因为它跨度非常大，从28毫米的广角到300毫米的长焦距都可以涵盖，所以有人管它叫一镜走天下，甚至有人把它常年挂在机上，走哪儿就用它拍。这个镜头我用的也很多，成像非常的锐利。很多人以为只有定焦头成像才好，其实有些变焦头，例如这个，成像非常好。这个镜头除了这个重量以外，我真的是很喜欢它。尽管它光圈并不是很大，但是绝对是够用了。通常我出去，假如拍野生动物、拍鸟、拍运动的时候，我都带着它。甚至出去拍人门扫街的时候，可以在远处拉得很近。不错的头啊！还有一个镜头就是这个小巧了，这个是50毫米光圈1.4大光圈的镜头。50毫米这是标准镜头，就是它可以不产生任何畸变，这个拍出来，所以它比较适合拍人像。由于它是光圈很大，在拍人像的时候可以很好的虚化背景。在这几个镜头里，这个其实是最便宜的啊，但是其实是很好的。它的造价、它的做工也是很精良，但是它没有那几个那么重，非常的轻。OK， 这就是我的主要设备，2个机身，3个镜头，装在这个箱子里还是蛮沉的。我这箱子好处它就有个轱辘啊，所以出去的时候呢，在机场啊、转机啊、在酒店呢上上下下还可以拉着，否则要背起来确实很重。现在呢，我已经开始在网上
兜售这些东西了，不是很好卖。我在网上若干个网站也发出来了，反应不是很好，因为现在确实看样再买这种单反的人越来越少了。我觉得还是价钱问题，我准备降价，不管怎么说要卖掉它们，换微单。至于换哪款微单呢？现在我初步决定索尼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微单世界里，索尼还是一直在领先的。它最先开始开发微单系列的，这些年佳能和尼康也都在迎头赶上，但是索尼仍然处于领先地位。它开发了一系列的这个不同型号的微单，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镜头。在这些微单里，我挑选了一下，我准备买的是索尼 A7C。这个已经1-2年了，不是最新机型，但是我觉得对我很合适。为什么？第一，它是现在索尼所有微单机型里体积最小的、最轻的，因为这是我处理单反换微单的主要目的，就是想轻一点啊。A7C 正好符合我。再有一点呢，就是我这些年现在开始拍这个 YouTube， 做一些这个视频，这个 A7C 在拍视频方面，它也具有很多优势。至于镜头呢，我想慢慢添置吧。第一个镜头，我现在选择的是索尼原厂的20毫米1.8大光圈这个。这个焦段很好，因为我们拍自媒体经常要手举着，这个20毫米不错，人显得不大不小。1.8又能非常好的虚化背景。当然这两个东西还没到手呢啊，我得先把它们卖出去，然后再把它们买进来。等我买到新的，我再给大家演示开箱。好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关注、点赞并转发，谢谢。